大家好，我是雷文。這一期的 PCE 系列給大家帶來的遊戲是 Vigilante 義警，或者翻譯為成龍踢館2。這是一期通關流程的解說。PCE 上的是一個移植版，原版是艾瑞姆1988年發布在街機平台，是橫版動作的類型。PCE 上有日版和美版，先發行的日版是在1989年的1月。這也是 PCE 在89年的首款遊戲。89年是 PCE 上市的第3個年頭了。應該說，從這一年開始，遊戲陣容才逐漸充實起來。雖說本作是1984年艾瑞姆發布的成龙踢館的續作，但在故事內容上，兩部作品並沒有什麼關聯。嚴格的來說，這種應該叫做精神續作。故事設定在1988年的紐約。邪惡的流氓團伙不受警方的控制，他們建立了聚集地，並對城市的居民構成威脅。主角要和被稱為光頭党的流氓团伙对抗，救出被綁架的麥當娜。現在手上撿到了雙截棍，來到了第一關的 BOSS。站在前面的只是雜魚，後面的這個才是 BOSS， 名字叫拜森。先用雙截棍把他逼到無路可退，然後按住連發鍵踢腿，連續輸出。也可以用双截棍持續輸出，但面對 BOSS 的時候，踢腿消耗的血量要多一點。每個關卡之間都會穿插這樣一個簡短的故事劇情。遊戲的基本玩法和成龙踢馆是一樣的，兩個按鍵分別對應出拳和踢腿。方向键上是跳躍，方向键下是下蹲。在跳躍和下蹲的过程中，也可以出拳和踢腿。所以攻击動作總共是有6種。撿到雙截棍之後，出拳就被揮舞雙截棍的動作替代。雙截棍在攻擊威力上並沒有太大的改变，但能延長攻擊的距離。這也是這款遊戲裡唯一的一種道具。初代的成龙踢馆原版是在1984年在街机平台上发布的，當時的玩法還是很先進的。但80年代中後期，街機的橫版動作類型發展非常迅速，到了89年這個時間，這種玩法就顯得有些落後了。第二關的 BOSS 有2個角色，叫瘋狂兄弟。打這2個 BOSS 最需要注意的是，他們會翻滾跳躍和飛踢。當他們跳起來的時候，蹲下來用掃腿攻擊。這個遊戲在 BOSS 戰的時候，攻擊判定有點讓人迷惑，命中率很低。經常出現的一種情況是，看起來好像命中了對方，但實際上並沒有任何反應。而且遊戲裡每一關的 BOSS 血量都非常厚，需要打很多下。而且如果你注意觀察 BOSS 的血槽啊，還可以緩慢回血。大部分的遊戲時間都花在了對付 BOSS 上面。遊戲一共是有5個關卡。第一關的場景是街道，現在的第2關場景是在報廢的汽車廠。從背景裡隱約可以看到黃昏下紐約的摩天大樓。在打 BOSS 的時候，如果能用踢腿，就盡量不要用出拳。出拳的話，消耗 BOSS 的血量像挠癢癢一樣。但是在面對雜兵的時候，出拳和踢腿的傷害是一樣的。應該面對雜兵是按攻擊次數來計算，而不是按血量。好的，終於把這2個 BOSS 幹掉了。這裡還要繼續往右走到頭才算過關，要不然一直會有雜兵刷出來。所以這款遊戲它不是輕版過關，待在原地不動的話，就會不停地刷敵人。來到了第3關，這一關的場景是布魯克林大橋，出來了幾個騎摩托車的敵人，他們被稱為地獄天使，用飛踢把敵人從摩托車上踹下來。需要注意的是啊，摩托车爆炸也會產生傷害，所以得離它遠一點。雜兵的種類一共有這7種類型，最常見的就是穿白色背心的這一種，只用打1下就能將它消滅。但通常它會同時出現多個。其他幾種類型的雜兵，除了這一關前面出現的騎摩托車的飛車黨，
還有拿刀的、拿槍的、拿棍的，這些敵人都要打4下才能將它消滅。第3關的 BOSS 碎石姬古爾一開始拿着一個鐵球，傷害非常高啊。當這個 BOSS 沒有了武器之後，打他的套路就是貼身攻擊，用踢腿或者是跳踢，讓他沒有還手之力，一定要貼住他。這個 BOSS 在招架時候的動作很搞笑啊，沒看懂他要幹什麼。從這個地方也能看出攻擊判定是有些問題的，距離太近的話，攻擊是命中不了的。終於是讓這個 BOSS 倒在了布魯克林大橋上啊！背景裡的天色從上一關的黃昏，這一關又變成了白天，顯然是至少過了1天的時間了。女主角麥當娜被關在裡面，應該是時間太久餓暈的狀態。第4關的場景是後街，對付這些雜兵的時候，雖然出拳和踢腿在攻擊次數上沒有什麼區別，但是效果上是不同的。踢腿可以將敌人擊退一小段距離，出拳的話可以連續命中。這種穿白背心的敵人雖然沒有攻擊動作啊，但如果讓他碰到，他會把主角抓住，然後不停地吸血。主角的生命槽別看有這麼長啊，但如果是被有攻擊動作的敵人，像是這種拿刀的或者拿棍子和拿锁链的这些敌人給打中，3两下一整個血槽就會被瞬間清空，所以盡量不要給這些敵人出手的機會。這一關的雜兵還是比較難對付的，這裡撿到了一個雙截棍，這個雙截棍可以用來對付 BOSS。這一關的 BOSS 就是大光頭，跳起來利用雙截棍的距離優勢來打他。如果你不打他的話， BOSS 站在上面，這個階段是會往下扔炸彈的。消耗到了一定的血量之後，他就從上面跳下來了。下來之後，他的攻擊動作和上一關的 BOSS 是一樣的，而且實際上用的貼圖也和上一關的 BOSS 差不多，只不過頭頂上少了那撮頭髮，但還是那副搞笑的表情和不知所謂的動作。对付這個 BOSS 的方式也和上一關一樣，貼近他踢腿或者跳踢，幹掉了光頭黨的大光頭，但很顯然呢，他不是最終的 BOSS。還有最後一關了，這裡的劇情麥當娜被吊了起來，這是要玩什麼新花樣了？最後一關的場景是在未建完的房屋樓頂，這一關的敵人會從底下往上爬，蹲下來用掃腿攻擊，但得注意啊，如果是在主角的正下方出現，會被抓住吸血，這個時候就得趕緊跳開。剛經過的場景背景裡面出現的外星人，應該是艾瑞姆另一款遊戲《異形戰機》裡面的 BOSS。剛掉的那個坑裡，雙截棍就掉了。現在面對最終 BOSS 惡魔巨人，面對這個 BOSS 最好的攻擊方式就是用飛踢，但起跳的距離得把握得相當精準，而且還需要一些運氣，命中率也是很低的。掛掉了呀！這個時候有一個快速解決戰鬥的方式，趁着新的一條命出來的時候，有一段無敵時間，在離 BOSS 最近的距離蹲下來連續踢腿，能消耗 BOSS 多少血量也有一些運氣的成分。用一條命換了 BOSS 大半的血槽，運氣還是不錯的。最後還要控制主角走到畫面的最右邊，救下麥當娜，這樣遊戲就通關了。這款異景或者叫成龍踢馆2就給大家介紹到這裡，咱們下個視頻再見。